欢迎收看《世界战情室》，陪您掌握天下事。我是梅翔，首先带您掌握这是2024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了。不过这个结果呢，并不如之前一般外界预料那样子激烈。卷土重来的川普，他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击败了民主党的贺锦丽。同时间呢，川普他所代表的共和党也在参众议院的席次大有斩获。一个川普时代已经正式来临了，它的高度的不确定性对于全球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跟影响呢？首先，我们先来听听川普的胜选感言。与妻子在台上手牵手，儿子巴伦也跟在后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来到海湖庄园发表胜选感言。Incredible movement. This was a movement like nobody's ever seen before. And frankly, this was, I believe, the greatest political movement of all time. There's never b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this country and maybe beyond. 跟着音乐摇摆舞动，大批川普支持者聚集海湖庄园，大型开票派对，在确定拿下摇摆州的关键北卡州就已经开始庆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依旧西装搭配招牌红领带登场。川普从一开票就维持领先，甚至与贺锦丽逐渐拉大差距。截至台湾下午4点，川普选举人票数达到277票，超过门槛的270票。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是这一次大选川普阵营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除了竞选期间的助选，马斯克也前往川普佛州海湖庄园一起观看开票，甚至还带着小儿子出席参会，期间也与川普多次谈话。登记选民的这个政党倾向呢，有46%是登记为民主党，那么是有24%是登记为共和党，那么其他呢是无党派倾向的一个选民。有专家就认定说呢，其实共和党能够在加州以今年来说拿到这样的比例数呢，是非常不简单的。民主党铁票仓加州，共和党员比例增加，也更加奠定川普胜选的基础。不过川普似乎早知道自己将获胜，一早现身竞选总部，老神在。妻子梅兰妮亚也给予川普赞赏和鼓励，将川普的努力全看在眼里。如今大势已定，川普也准备重返白宫。东森新闻荣兴综合报道。好，相较于共和党的狂欢庆祝，在民主党这边的气氛呢，则是失望，甚至是更多的错愕。因为事实上，在选前的民调，贺锦丽她是保有些微的领先的，但是开票的结果，她却是一路的落后。最后，贺锦丽她坦然地接受了败选的结果，并且她也承诺将会协助政权的和平移转。Earlier today, I spoke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and congratulated him on his victory. I also told him that we will help him and his team with their transition, and that we will engage in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American democracy is that when we lose an election, we accept the results. But the ideals at the heart of our nation, the ideals that reflect America at our best, that is a fight I will never give up. 当贺锦丽发表败选演说时，台下许多支持者忍不住伤心落泪，而他也承诺未来将会继续为美国人民的自由奋斗。另外，白宫也表示，总统拜登也致电川普，恭喜他胜选，并且邀请他在不久的将来前来白宫会面。东森新闻综合报道。好，贺锦丽为什么会输呢？有人说是输在这个拜登政府的执政包袱，有人说是输在川普他的移民政策，但也有人说是输在贺锦丽他自己的个人的表现。结果我们看到，在7大摇摆州呢，川普他已经拿下了5个州了，其中票数最多的就是宾州，有19张的选举人票。因此，过去有人说，只要拿下了宾州，就等于拿下了天下了。而事实上呢，从1984年以来，我们看看历届的记录，也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能够在输掉宾州的情况之下，还能最后赢得了总统大选。当然，这一届也没有例外。贺锦丽在宾州的开票结果，她是先胜后衰的，最后就让共和党顺利的翻红了。投票日这天，宾州罕见的出现了大量的马车，他们是最神秘的基督教派爱美许人，平常都非常神秘隐居起来，却为了川普大量动员投票。In Pennsylvania, we win the whole deal, Rich. Yes, we Mr. win President.
对川普来说，一切就是这么简单，拿下宾州就是夺得天下。因为宾州是7大摇摆州里的关键州，拥有最多的选举人票数。To Pennsylvania, as you rightly said, this is the state which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electoral votes at 19 in the Electoral College in the battleground states. Now, this is a state where every Democrat candidate since 1948 has been winning to go to the White House. So it makes it very crucial for Kamala Harris. 从历史轨迹来看，共和党想要拿下宾州并不容易，因为宾州一直以来都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而计票一开始也是由民主党获得领先。In battleground Pennsylvania, Kamala Harris in the lead with 64.4% of the vote. Donald Trump has 34.7% of the vote. Kamala Harris in the lead there with 326,000 plus votes. Only an estimated 16% of the vote has been counted. 不过，随着开票时间越来越晚，宾州的颜色却逐渐翻红。川普认为宾州的关键是拿下最多票数的费城，而民主党这边虽然守住了铁票仓费城和匹兹堡，但是在他们眼里，真正分胜负的不是费城，不是匹兹堡，而是这个郡。Erie County, you are a pivot county. How you all vote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ften ends up predicting the national result. 宾州这个小郡伊利郡，在过去4次总统大选都选出了最后赢家，堪称是美选的章鱼郡。虽然川普输掉了费城，但是在这个关键章鱼郡却是领先，再加上其他关键州也几乎都是预测领先。这次的美选结果如今已经出炉。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好，川普已经确定是重返白宫了。他不但是美国历史上非连任的第2位的总统，同时呢，他个人也在美国的民主史上创下了多项的纪录，包括是我们看到他是第1位被刑事定罪的前总统。他曾经口出狂言说他要开除掉那个起诉他的检察官，而川普就在官司缠身的争议声中呢，他真的宣布他要卷土重来，他要再战白宫。而不可否认的是，川普他个人的狂人的行径呢，也的确是得到了美国人英雄般的崇拜。尤其是当他在一场造势的场合，他遭到了狙击，那颗子弹擦过了他的耳垂，差一点点就要贯穿他的头部了。不过，川普他非但没有惊慌失措，他依然是挺直了腰杆，他振臂高呼 "Fighting"。有人说，就是这一个经典的画面，已经决定了这场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了嘛。If you want to really see something that's said, 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维安人员一阵骚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这是相当戏剧化的时刻。不过，再怎么样惊心动魄，也比不上川普站起来的这一刻。Let me get my shoes on. 高举双手，右耳流着血，用嘴型说出战斗，后方甚至还有美国国旗飘扬。这个高光时刻，很多人都以为几乎就是要将川普直接保送进白宫。I can't be scared because if you're scared.You can't do your job, so I just can't be. 毕竟在这之前，川普的这一趟白宫之路并不顺遂。原本官司缠身的他，从5月份的封口费案开始，案情大爆发。I'm not allowed to anyway because this judge is corrupt. He's a corrupt judge. 川普成为史上第1位被定罪的美国前总统，34项指控都成立。当时一度被困在法庭，还被下禁言令，不得对案情发表意见，甚至无法跑造势现场。终于解禁后，外界原本认为他这场仗或许会打得辛苦，但没想到共和党大会前发生震惊全球的枪击案，也让他的提名现场仿佛黄袍加身。耳朵还包着纱布，整个会场充满爱国气氛。川普站上舞台，党内大团结。若只看共和党，川普的声势在此刻达到顶峰，但他的选情很快又出现了急转弯。And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move until we get the total ban on the total initiative relative to what we're going to do with.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he said at the end of that sentence. I don't think he knows what he said either. 拜登的表现显得呆滞。这一场辩论，川普压倒性的胜利。他加强力道，在各个场合继续抨击拜登，但拜登输得太惨，连金主的信任都失去。民主党果断换将，贺锦丽披挂上阵，来到同样的辩论舞台。这次换川普无法招架，他的部分发言被批评无根据，并且激进。They're eating the dogs, the people that came in. They're eating the cats. They're eating
They're eating the pets. 一下子失言，一下子被激怒。川普在辩论后声势低迷，他仿佛成为2个多月前的拜登。这个时候又有第2场针对他的刺杀。Keep walking! 高举双手在警方的指示之下后退。58岁的枪手劳斯埋伏在高尔夫球场等着刺杀川普，所幸没有成功。经历2场暗杀的川普，把矛头指向伊朗。And they may or may not involve, but possibly do, Iran. 历经风雨，川普依旧努力塑造强人形象，公开场合依旧大炮不断，巩固基本盘。这一次，川普已经罕见的对外透露，如果败选，将不会再挑战2028。过去历经多次死里逃生，曾经落选又重回舞台，川普无疑生命力极强，只是举世罕见。东森新闻综合报道。好，不论你喜不喜欢川普，你都不得不佩服他坚强的意志能力，这绝对是美国史上的一页传奇了。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的是，川普他不但个人赢回了白宫，同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共和党在参众两院也大获全胜，同时间包括了50个州的州长，也有超过半数落入了共和党的手中了。满头白发的贾斯蒂斯是前西维吉尼亚州州长，在川普旋风席卷下，他成功为共和党拿下1席参议员。包括他在内，共和党已经拿下51席，在总数100席的美国参议院确定过半，翻转参议院，重新让蓝天染红。Republicans have won the Senate, flipping control of the chamber from Democrat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21. This year, it was a fierce competition for a Senate majority, and it came down to just a handful of seats. 目前只拿下42席的民主党确定赢不了已经过半的共和党。开票结果确定后，几家欢乐几家愁。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就没有保住席位，败给川普子弟兵莫雷诺。We believe if you love this country, you fight for the people who make it work. We always will. This is a disappointment.But is not a failure. 州长选举还在陆续开出中，共和党也暂时以27个席次赢过民主党的23席。但全美最关注的州长选举非北卡莫属。曾获得川普力挺的前北卡副州长罗宾森，因为被揭发在色情网站上自称是黑纳粹，已确定败给民主党候选人乔许斯坦。That's who we are as North Carolinians. And I am so honored that you have elected me to be your next governor. 在民主党蓝色驴子一片败选的愁容中，北卡难得听到胜选的欢呼声。而联邦众议院的选举，民主和共和两党目前都没有明显优势，让民主党或许有机会还能扳回一城。东森新闻综合报道。共和党迈向了完全的执政了，在川普大权一掌握的情况之下，对于全球的局势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还记得川普他曾经说过，如果他当选了美国总统，他将会对中国加征关税。还有他说，如果他当选了美国总统，在24个小时之内，他就要结束俄乌战争。同时，他也曾经公开支持了以色列纳坦雅胡的政府。未来我们看到了川普的正式上任之后，对于这个全球局势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呢？So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extraordinary honor of being elected your 47th president and your 45th president.率先宣布当选，发表胜选感言。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摇摆中占优势，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大幅领先民主党的贺锦丽，准备重返白宫。We overcame obstacles that nobody thought possible, and it is now clear that we've achieved the most incredible political thing. Look what happened. Is this crazy? 川普演说中依旧呛辣，但他的再度当选不仅将打击非法移民，更可能反转国际紧张局势。This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as the day the American people regained control of their country. 2016年，川普担任总统期间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如今没有缓和，只有更硬。不仅曾呛重掌政权之后将大幅征收关税，更可能超过60%，加剧中国经济损失。同时，川普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示协防台湾，却也多次威胁，一旦中国侵台，不排除指导北京，对北京当局的态度相当强硬。I will not rest until we have delivered the strong, safe, and prosperous America that our children
deserve and that you deserve. This will truly be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川普近期曾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但他对拜登的援乌计划始终持批评态度，喊出24小时内结束战争，承诺要向乌克兰施压，可能因此会减少军援力道。同时，与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交好的他，也在以色列去年遭哈马斯攻击之后，公开支持纳坦雅胡政府。若川普重掌政权，也代表美国将持续支持以色列，以此结束中东冲突。不过，川普与现任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几乎相反。当他重新返回白宫，会如何处理国际局势，全球都在关注。东森新闻郭荣鑫综合报道。好，除了全球局势之外，当然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川普的当选对于我们台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还记得吗？川普他曾经非常不客气地说，台湾抢走了他们所有的晶片生意。那么现在在他重新主掌白宫之后，川普会做出任何的反制动作吗？据传就在他确认当选之后传出了这个消息，这是德州的州长艾伯特将在近期之内呢来到台湾访问台积电，要积极争取台积电的设厂。现在有市场担心的是，台积电难道真的会变成了美积电吗？不过经济部的回应是，先进制程是一个人的武林，不用过度担心。工厂外高高挂着 TSMC， 台积电不止到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如今美国大选刚落幕，就传出下一场可能就会出现在德州。各处都有晶圆厂正在施工，传出德州州长等一行人要在美选后拜访台湾，争取台积电去设厂，还说会拿出比亚利桑那州更好的水电以及优惠补助条件。台积电的判断准则一定是看你给我的条件适不适合我过去。那因为当地本来就有半导体的晶圆厂，而且本来就有相关的供应链，所以考量的重点应该还是在于它的补助金额够不够。不过亚利桑那州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供应链、劳工、文化、水电问题一波三折，耗时4年才落成。要在德州盖厂，恐怕难度不会比较低。更紧张的是政治问题。因为川普拿下德州，而德州同时又是挺川大将马斯克大本营，这都让外界解读台积电在川普重返白宫后，是否真的要变成美积电？美国总统大选，我相信不会一时之间就改变了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布局，基本上不会在一夕之间改变，但是将来在20-30年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其实对台积电来说，当然没必要啊，在台湾做最有成本优势啊。可问题是客户要分散风险。国发会也认为收保护费不可能，因为会导致 iPhone、AI 伺服器跟着涨价。也就是说，在技术面上，台积电仍是一个人的武林。即便川普回国白宫，护国神山依旧屹立不摇。东森财讯中文王安平特别报道。好，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在晶片大战当中，无疑的是兵家必争之地。而除了晶片的生意要抢之外呢，川普在这方面他也是斤斤计较的。他曾经说过，台湾如果需要美国人的军事上面的保护，那你就必须得要付出保护费。甚至他还提出，他认为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要至少占 GDP 的10%。不过，国防部对此坦言呢，在短时间之内，就算要从现在的2.4%要调升到5%，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会觉得他当选是个压力吗？沟通合作都非常的顺畅。白宫新助人出炉，国会质询也相当关心。川普选前曾喊出台湾应支付美国保护费，甚至将军费提升到 GDP 的10%。未来军售预算会不会暴增？10%那就是2兆6千亿左右，我们的一年总预算就3兆，所以占我们的总预算超过80%了。现在2.5左右，要提高到5，有没有可能？短时间有没有？短时间这我看不可能，他是大声讲不可能嘛。国防部斩钉截铁说不可能，国安局则分析台湾战略地位大致不变。川普团队比较主张的是跟中国的全面的脱钩。那就贺锦丽的团队来讲，他可能是比较重视的是去风险。那川普希望的是增加对中国的高关税，可能到100。他们的政策方向上大致是一致的，也就是至中有台。那但是在细节的处理上。
医生在开药。值得注意的是，观察到中共干预的痕迹，避免在美国政权交接的过程当中，中共有任何的借端测试。那我们也注意到，中共在争议讯息的散播上，就慢慢的把重点放在以美论。不过，以美论似乎来自保护费说，前驻美代表处政治组长赵以翔就分析，无法再连任的川普将贯彻对关税、经济、能源以及外交主张，台湾必须展现坚强一面，以符合美国利益。这是一个选举的语言，川普也好，到拜登也好，已经变成是一个固定式的一个军售，持续的跟美国两党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特别安排了跟美国相关的政府、跟国会以及智库跟重要的一些人士来会谈。国民党也将再次派团前往美国，朝野都准备好迎接美国新政局对国际情势带来的冲击。东森新闻真好庄宇春台报道。好，2024美国总统大选，全球都高度的瞩目。福斯新闻呢，在第一时间就报道了川普胜选。不过 CNN 呢，却是在川普都已经发表完了胜选演说之后，也都还没有宣布他入主白宫。不论你喜不喜欢川普这个人，未来4年他就是美国总统了。美国大选5号整天占据全球新闻头条，美国媒体更是24小时不间断持续报道。不过也能因此看出美国媒体对于2名候选人的不同看法。Remember when I told you a few hours ago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seen as a gut check for the Trump campaign? 在开票现场报道川普夺下第一个摇摆州北卡州 ，CNN 记者脸超臭，笑都不笑，不止从记者连线就能猜出端倪。即使川普已经发表胜选感言 ，CNN 却坚持不更新票数，维持在266张选举人票，未达到当选门槛。尽管其他家媒体态度没太明显，但依然能够看出倾向贺锦丽。Keystone State there leaning Trump as we have just about 94% of the vote in. Doing well, Donald Trump doing very well in rural areas, and there's still some vote to be counted. 宾州几乎确定结果，但 CBS 主播依然强调票数还没开完，而 NBC 更是什么都无法确定。Pennsylvania, the biggest prize, 84% of the vote in. It is too close to call. In Wisconsin, same story. Here we go. 75% of the vote in, a difference of 87,000 votes. Michigan, too close to call at this hour. 其实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偏向民主党，唯独福斯新闻第一家宣布川普当选。The Fox News decision desk can now officially project that Donald Trump will become the 47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不过，为什么美国选举结果是由媒体来宣布呢？事实上是早期技术发展尚未成熟，美国也没有联邦机构负责对选举进行公告，当时由新闻媒体承担这项工作。之后科技进步，媒体速度快，至今仍然作为非官方渠道向民众发布讯息。不过也因此会在选举时看到各家依据偏好出现票数落差的情形。东选国际中心综合报道。好，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您有任何的想法吗？都欢迎您在我们的留言区和我们互动聊聊。同时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世界战情室，我是梅翔，我们下次再会。